破纪录的新发现，再次把天文学家吓了一跳。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刚刚捕捉到一个，按理说不可能在宇宙大爆炸后这么早出现的螺旋星系。它的名字叫阿勒格嫩达，而它的存在，硬生生打破了我们对早期宇宙的所有既定印象。这个星系在大爆炸后仅15亿年就已经长成一个成熟的螺旋星系。更夸张的是，它还有2条清晰的螺旋臂。按照科学家的模型，这种有秩序的结构应该要在宇宙更稳定、碰撞减少、物质慢慢沉淀后才会形成。但阿勒格嫩达的出现，仿佛在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提早了。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就要聊聊阿勒格嫩达到底是什么，它为什么如此重要，又为什么它可能会改写我们对早期宇宙的一整套想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阿勒格嫩达怎么被发现的？这次的故事要从星系团阿贝尔2733说起。韦伯望远镜在观测这个星系团背后的区域时，利用了宇宙中最强大的天然放大镜——引力透镜效应。星系团的巨大质量弯曲了后方星系的光线，把原本微弱看不清的细节拉得清清楚楚。就在这些被放大的星系中，研究人员看到一个不寻常的家伙，它的结构太有秩序，太成熟，完全不像在1500万年龄的宇宙该有的样子。阿勒格嫩达的红移值约 z 约等于4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是它在150亿年前的模样。那个时代的星系应该乱成一团，碰撞频繁，形状畸变，物质分布混乱。但阿勒格嫩达却像早已准备好进入成年期似的，展现出完整的盘状结构与清晰的旋臂。这么早就长成螺旋星系，科学家怎么可能？阿勒格嫩达大约有10千秒差距，约 3.2 万光年宽，拥有160亿个太阳质量的恒星。虽然比银河系小1号，但以早期宇宙而言，这已经是个肌肉型角色。最让天文学家掉下巴的，就是它真的有2条螺旋臂，清晰可见。为了确认不是观测假象，科学家把星系模拟中的光线去除，再比对所有剩下的细节，结果显示螺旋臂依然存在，完全不是演算法乱画出来的。于是，它成了目前所知最早期、结构最明显的大型螺旋星系第一。阿勒格嫩达里面在发生什么？韦伯使用21种不同的滤光片扫描它，近紫外显示新生恒星的诞生地带，光学红外看见稳定较年老的恒星群。把这些资讯叠加起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在积极生产恒星，又保持极高组织性的大型星系系统。它每年能形成60至65个太阳质量的恒星，算旺盛。但对早期宇宙并不奇怪。真正奇怪的是，它大约在短短2亿年间，就累积了约1半的恒星。照理说，这么快的成长会把星系搞得一团混乱，但阿勒格嫩达却呈现出惊人的对称与稳定。这不合理。科学模型被挑战了。在现行的宇宙模拟中，一个螺旋星系的形成必须经过漫长的演化，从宇宙网吸积物质，形成稳定旋转的圆盘，盘面维持平稳至少数十亿年，才能形成清晰的螺旋臂。但阿勒格嫩达相当于走捷径，提前毕业。那代表什么？可能是星盘比预期更快形成，早期宇宙环境更安定、更高效、更有利于大规模星系诞生。
我们低估了暗物质运、气体流入或恒星形成的效率，而它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。韦伯过去也拍到过早期就出现的巨大黑洞、过度明亮或太规整的幼年星系、超出模型预期的巨大星系盘。把这些加起来，你会看到一个讯息：早期宇宙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成熟、更高效、更快。那阿勒格嫩达究竟怎么形成的？目前有2大可能解释：一与旁边的小星系互动，阿勒格嫩达南侧似乎有个小半星系，引力互动可能会激发螺旋臂。但问题是，互动形成的螺旋通常不规则、短暂，阿勒格嫩达的旋臂却对称又清晰，这代表它的星盘在互动前就已经相当成熟。2星系内部的团块演化，早期星系有大量巨型恒星形成团块，它们崩解后会重新分配物质，逐渐雕刻出螺旋纹路。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清晰结构，这个过程得效率爆表。更深远的意义，生命的故事可能也被提前了。螺旋星系意味着有稳定的环境，适合长期恒星形成的区域。如果这样的环境在宇宙这么早就存在，那么行星形成的时间窗口也可能比我们原本认为的更早开始。这并不代表生命很快就出现，但确实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基本构成在宇宙中的最早可能时点。下一步，观察它的运动。要揭开阿勒格嫩达的真正身份，天文学家需要知道，它是一个动力学上冷的星盘，还是动力学上热的湍流系统。NIRSPAC-IFU 将绘出整个星系的速度地图，ALMA 追踪冷分子气体的流动。这些观测将告诉我们，它是真正的早期螺旋星系，还是另一种介于混乱与稳定之间的过渡形态。结语：阿勒格嫩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级的问号。它告诉我们，星系形成的时间表可能被我们低估了。早期宇宙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快、更有效率，甚至更成熟。接下来的观测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，这是一个罕见的奇葩，还是早期宇宙真正的常态？无论如何，韦伯望远镜正持续揭露一个比我们教科书更狂野、更不可预测的宇宙。